2026年5月8日，9名新加坡旅客无视了印尼当局发出的2级火山警戒，强行攀登杜科诺火山，最终导致2人不幸遇难。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意外，它更像是在无意间给3天后抵达雅加达进行官方访问的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出了一道极度棘手的外交考题。一边是两国即将迎来建交60周年的深厚双边关系与战略互信，而另一边则是消耗了邻国大约150名搜救人员，在极端恶劣的火山灰环境下拼死救援的突发危机。我们客观地探讨一个很多国人出国时都会忽略的现实：当你拿着那本长期排名全球第1的新加坡护照，在海外遇到致命危险时，我们的外交部究竟能为你提供什么程度的帮助？我们新加坡人其实早就习惯了高度安全且高度可控的生活环境，在本地，哪怕你只是去一趟麦里芝蓄水池，或者是5级芝马自然保护区徒步，哪里有修好的木板台阶，哪里有坚固的护栏，甚至哪里经常有野猴子出没，需要注意安全，国家公园局都会通过密集的告示牌给你标得清清楚楚。在我们的祖屋区和 PCN 步道，照明、监控和无障碍设施几乎是标准配置。这种深入骨髓的安全感，加上完善的基础设施，让我们在出国旅游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错觉，理所当然地以为全世界的自然环境都像在自己家楼下一样安全、有序，随时有人管理。但现实的自然界往往是极其残酷且不讲情面的。根据印尼国家搜救机构公开的信息，杜科诺火山在事发当时正处于4级警戒系统中的2级状态。印尼官方的火山学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早就明确下达了禁令，严禁任何人在火山口2公里范围内活动。然而，这支包含9名新加坡公民在内的20人登山团却选择绕过官方禁令，强行进入了随时可能喷发的危险区域。这已经不能用单纯的自然意外来定义，它本质上是规则意识严重缺位所导致的悲剧。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手里拿着全球排名前列的新加坡护照，就仿佛拥有了某种海外通行的特权或是安全护盾。但大家必须认清一个非常现实的客观规律：护照的含金量确实是由国家长期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双边关系撑起来的。它能为你提供极高的免签便利和通关效率，但它绝对无法在你不遵守当地法律、无视自然规律时，化作一道物理上的屏障来挡住上千度高温的火山灰。那么，一旦公民在海外真的出了事，国家机器的领事保护机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它的边界又在哪里？每次海外发生类似的涉国人悲剧，社交媒体上总会有声音质疑，事情发生后，外交部为什么不赶紧派专机或者直升机去把人救回来？这里涉及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常识，也是很多人对领事保护最大的误解。外交部并不是万能的海外保姆，领事保护工作是有着严格的国际法边界和现实操作限制的。如果你去仔细翻看新加坡外交部官网上的领事援助指南，你会发现上面的条文写得非常清晰、实在，没有任何夸大的承诺。MFA 的领事官员能做的是什么？是当你遗失护照时，帮你核实身份并补办身份证明文件；是当你被当地警方拘留时，协助联系你的家人，并确保你获得与当地人同等的正当法律对待；或者在当地发生战争、特大地震等不可抗力的重大灾难时，尽力协调商业航班或撤侨专机。但是 MFA 明确不能做什么，他们不能帮你支付任何私人医疗费用，不能替你交保释金，不能干预他国的司法程序，更不可能在你不顾官方禁令私自爬火山遇险后，直接越权命令印尼政府派军用直升机去搜救你。在这次杜科诺火山事件中，因为涉事人员违规在先，我们的外交官在进行跨国协调时，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且承受巨大压力的位置。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你不能理直气壮地去要求甚至指挥印尼当局调动国家资源，你只能基于两国长期建立的友好关系，去恳求和协调对方的协助。这不仅极大地考验着前线外交官的沟通手腕与危机处理能力，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在消耗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外交信用。仔细追踪这起事件的后续报道，
会发现一个很容易被公众忽略的关键数据。为了搜救这批违规的登山者，印尼当局在极其恶劣的火山环境中投入了大约150名专业的搜救人员。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描淡写的小数目，更不是邻国理所当然必须履行的义务。火山喷发后的现场伴随着有毒气体、随时崩塌的碎石和厚重的火山灰，每一次搜救都是在拿救援人员自己的生命冒险。为什么印尼政府愿意冒着本国救援人员伤亡的巨大风险，去全力搜寻外国公民的遗体，并竭力救出其他伤者？这背后的根本支撑是新加坡与印尼之间极其深厚的双边互信与长期积累的合作默契。到2027年，新印两国就将迎来建交60周年。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国不仅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上深度捆绑，在区域危机应对上更是有着共患难的交情。大家可能还记得2014年的亚航 QZ8501 空难事件，新加坡当时是第一时间调动了武装部队的舰艇和设备，投入大量资源参与由印尼主导的搜救行动。在亚细安的合作框架下，特别是通过亚细安灾害管理系统，两国早就建立了一套成熟且高效的灾害协作机制。所以当维文医生在5月11日抵达雅加达进行工作访问时，他的行程不仅包含了与印尼高层探讨数字经济、能源转型等前瞻性议题，他更在行程中专门通过社交媒体公开向印尼的搜救人员表达了最深切的感谢。这就是小国大外交的真实运作形态，是在无数次双边会谈、经济合作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政治互信，在危难时刻就会转化为邻国愿意为你的人民挺身而出的实际行动力。这次印尼之行非常直观地展现了新加坡外交体系的双轨处理能力，既能够在宏观层面上稳步推进两国建交60周年的战略蓝图，又能够在突发的国民危机中务实体面地协调各方资源，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带遇难的国人回家。但这起令人遗憾的悲剧也理应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一记警钟。一本强大的护照确实能为你打开通往世界各地的大门，能让邻国在危难时基于双边情谊愿意伸出援手，但它永远无法也不应该代替你个人的危机意识，以及对自然规律和当地法律的敬畏之心。在高度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每一个拿着新加坡护照走出国门的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国家形象的微观代言人。我们在享受护照带来的极大便利时，也承担着维护国家声誉的隐形责任。不要让个人的侥幸心理和对规则的漠视，无谓地透支了国家宝贵的外交信用与邻国的善意。如果你也认同这个观点，或者对新加坡的外交政策、领事保护机制以及海外旅游的安全防范有不同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理性讨论。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大家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